跟任何人相处都别话说太多，要克制表达欲，保持平静温和就好，不自卑也不炫耀，别为了获得所谓的共鸣就滔滔不绝。反倒那些不经意间被人发现的好品质更招人喜欢。仔细想想，那次滔滔不绝之后带来的不是后悔。一，暴露的越多越被动，说太多会泄露自己的底线，比如想法、弱点、计划，让别人抓住，更多能拿捏你的地方隐藏自己，本质上是在社交中保持信息差优势。二，话太多会让画面廉价，就像好东西，因为少见才珍贵，话的分量也会随着说的多而变轻，说的少会让人好奇，说太多反倒让对方觉得信息太杂，听腻了。三，话说太多容易暴露两个弱点，显摆会招别人嫉妒，毕竟谁都会讨厌身边比自己强的人。跟人掏心窝子说太多，又会被当成软弱，因为人对身边的弱者也有点看不上，每次说起来没够，都可能成了别人评价你的素材，为以后被攻击、被小看埋下伏笔。话少的人有3个社交优势：一，风险低，能避免成攻击目标。凡人的麻烦往往来自显摆，话少的人因为不张扬，被针对的可能就小。比如职场上不炫耀成绩，能少点同事暗地里使绊子；社交时不聊隐私，能避免成八卦中心。二，让人觉得价值高，少说会引发好联想。人会对不知道的事自动往好处想。话少的人因为管住了嘴，反倒让别人更关注他们的行为，比如沉稳、专注、沉默，反倒成了让优点更显眼的方式。三，掌控权高，倾听能带来信息优势。一，少说多听，自然有更多机会观察别人，既能看出对方的真实需求，不被他们的话蒙骗，又能把握沟通节奏，关键时候说得准，做到话少又有效。有几个方法：一是控制表达，照着3个过滤问题来，开口前问问自己，这句话非说不可吗？过滤没用的信息，说出去有什么风险？预判不好的后果，不说会不会更好？比如被问到收入，就说够过日子就行，别给具体数，既礼貌又守住底线。二是管好情绪，得戒掉太想得到认可的念头，别为了得到认可就说起来没头说太多，本质上是太依赖情绪上的支持。可以用写日记代替找人吐槽，用点头回应代替长篇大论表示认同，少点对社交里被认可的执念，别因为情绪外露被人拿捏。三是塑造形象，用行动代替说话证明。想让人觉得你专业能力强，就拿成果说话，别吹嘘自己多有经验，这比说我多厉害管用。想让人觉得你沉稳，遇到冲突先沉默再回应，别说我很冷静，更显定力。想让人觉得你真诚友善，用行动帮别人，别挂在嘴边说我对你好，这样更能让人信任。不过有几点注意要避开：一，话少不是沉默，不是不搭理人，其实话少是说得准，不是完全不说，关键是删掉没用的话，比如显摆、抱怨、没意义的闲聊，留下有用的沟通，想必要的信息，传递真诚的关心啥的。二，不要为了少说话，故意憋着自己，搞的社交是焦虑。话少的核心是自然克制，不是故意装出来的。要是觉得憋着难受，就从少说一半开始练，慢慢找到舒服的节奏，别因为太刻意控制心里不舒服。三，别把话少当傲慢的借口。话少的时候，得尊重地听着，不是冷漠的疏远。比如别人跟你倾诉，一直不吭声，会让人觉得你瞧不起人，这就错了。正确的是点点头，用眼神回应，偶尔说句我理解，保持温和又克制的互动。话少的智慧分3层，初级是故意管住想说话的欲望，避免说起来没完之后后悔。中级是掌握7:3法则，70%时间听，
30%事件说，让沟通一直舒服。高级是不自卑也不炫耀，化成了精准传递价值的工具，不是证明自己的手段。真正的社交高手懂得让话说的像精准的工具，不多余，不炫耀，不卑微，在少说里留点神秘，在说的准里展现价值。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你说了多少，而在你是谁，以及必要的时候说了什么。在吵吵闹闹的世界里，懂得该沉默的时候沉默，是种难得的清醒和力量。